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位于德国边境的国王湖，有着极致透明的湖水，被认为是德国最干净也是最美丽的湖泊。带大家快速预览一下今天的行程。早上我们要从萨尔斯堡出发到国王湖，第一站会先抵达只有在夏季开放的上湖区，我们会在那边挑战环湖步道，并一路走到牛奶小屋。下午回到红葱头教堂，在渔夫餐厅享受午餐。接着回到码头与港口周边随意逛逛，最后搭车返回萨尔斯堡，并在市区绕绕。想知道怎么从萨尔斯堡顺利往返国王湖？上湖区的环湖步道到底好不好走？还有国王湖必吃的烟熏鲑鱼味道到底如何？想知道的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哦。从萨尔斯堡到国王湖最方便也最快的方式就是搭乘840号公车，大约只需要1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可以抵达。这边是公车的官网，这边可以看到上车点，时刻表这边可以下载，我会把连结放在下方的说明栏供大家参考。建议大家搭最早的班次，避开人潮。平日最早的一般是6点35分发车，假日则是8点10分才发车。交通票券分成 RVO 跟 SVV， 大家可以根据行程的安排来决定买哪一种。这2张票最大的差别在于能不能搭乘萨尔斯堡的市区交通工具。RVO 一日券可以在萨尔斯堡火车站的柜台买到，在柜台买票可以刷卡，非常方便。但如果你打算上车才跟司机买票，就要记得准备好现金。SVV 一日票可以直接在 OBB 的软体购买电子票券。除了往返国王湖之外，也包含萨尔斯堡市区所有的公车跟电车。如果你住的旅店有提供宾客移动票卡，那因为市区交通已经免费了，直接买 RVO 一日票就对了。2种票差约4欧元，不必要的花费就省下来。最后也要再次提醒大家，萨尔斯堡卡在840公车上是完全不能使用的。巴士抵达终点站下车之后，大家只要跟着人群往湖边的方向走，就会进入这条通往码头的商店街。这里有很多纪念品店可以逛，大约步行5到10分钟左右。眼前这片绝美的湖景就是国王湖的码头。因为我们已经先在网上预订好船票了，所以完全不需要在售票处排队，直接排队登船即可，这样可以省下非常多现场等候的时间。电动船从码头出发后，会依序停靠红葱头教堂以及上湖的码头，回程的时候也会先停红葱头教堂，再回到原点。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节奏灵活安排搭船的时间，唯一的重点是在末班船离开之前搭上回程就好。我们今天会先去最远的上湖区，下午回程的时候再去红葱头教堂，这样不仅可以避开人潮，还能刚好在红葱头教堂旁边的渔夫餐厅享用午餐。这里要分享一个坐船最好的位置，建议大家上船后尽量选右手边靠窗的位置，因为不管是红葱头教堂还是待会的回声表演，从右边看出去的角度都是最完美的。当船开到回声谷的时候，船长会停下来，这时候大家一定要屏气凝神，听船长对着山壁吹奏喇叭产生的回声。这个表演真的非常震撼，一定要亲自体验。表演结束后，船长会跟大家收小费，记得准备一点零钱。接着船会继续开往红葱头教堂，在湖面上看这座红色圆顶建筑真的超级美。大部分游客会在这站先下船，少部分包括我们则继续待在船上，出发上湖区。抵达终点站上岸之后，我们先沿着平坦的小径走大约15分钟，就会来到国王湖最经典的钓鱼小屋。
这里绝对是大家拍照的一个大重点。虽然我们一早过来人比较少，但可惜早上的雾气很浓厚，看不到漂亮的景色。接着我们要挑战环湖步道去牛奶小屋，请大家往右转进入这条环湖步道。前段大多是平缓的碎石路，非常轻松，但中后段会进入比较崎岖的岩石阶梯与爬升路段。路面因为湖水或是雨水会有些湿滑，加上有些地方没有护栏，需要手脚并用，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穿抓地力好的运动鞋或登山鞋。虽然走起来会稍微有点流汗，有点喘，但沿途看着湖水的颜色变化，真的非常值得。只要撑过这段环湖步道，就能抵达那个隐藏在山谷尽头的牛奶小屋喽。我们这次在整个上湖区总共待了3个半小时，我们的脚程算是走蛮快的。如果是轻松慢走的话，大概会多半小时到1小时，包含走到最深处的牛奶小屋跟路上拍照的时间，提供大家参考。来到红葱头教堂，除了拍照之外，一定要试试这里的烟熏鱼料理。这边只有2间餐厅可以选择，一间是木造小屋，另一间是跟教堂连接的白色建筑餐厅。我们选择的是这家，人比较少的，一进店内就可以闻到烟熏香气。这里的主要餐点有鳟鱼跟红点鲑鱼，大家可以点老板推荐的第1名红点鲑鱼。餐点非常简单，只有附上奶油、白酱跟1块面包，鱼肉质地软嫩到很像生鱼片，而且烟熏味超香。大家如果有来国王湖，一定不要错过这道美味。国王湖的行程就到这边结束了，餐后可以来这家尝尝冰淇淋，味道跟口感都不错。走回公车站的路上会有一堆纪念品店可以逛。回到饭店后，我们想说不要浪费时间，所以又去市区乱逛，发现一间很好吃的餐车小店，就在马卡特桥旁边。我们点了凯撒面包加香肠，是少数在欧洲吃到好吃的东西，推荐给你们。